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昨天赖总统过境美国的事情生变之后，消息一出，非常多的外媒都关注这件事情，甚至连裴洛西都讲话。他说什么？他说这是一个危险的讯号，而且在今天台股在开盘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你看到这一根是早上接近快10点的时候，开始有陆续的消息传出，说关税要出来了，甚至那些数字非常让人出乎意料。没想到这消息出来，竟然跌了300点。这些讯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现在目前的局势非常混乱，甚至目前局势非常的紧张。为什么紧张？我刚刚不是提到吗？当今天这个事情，全球媒体都在关注。为什么要关注？因为这3天就是美中谈判的关键期。在这个关键期里面，你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当美中谈完，这是对全球的经济有多么大的影响。在这么多大的影响之下，现在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所以今天在美中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预料到一件事情：川普一定是步步进逼。没错，他今天怎么对日本，他怎么对欧盟，他现在就会怎么样去对中国。在步步进逼之下，现在川普有一个武器，有个 S 牌，就是我们台湾。对，所以我们台湾也可以去左右整个所谓的中美谈判的走向吗？没错，像最近呢，你会听到非常多跟台湾有关的奇怪的这个新闻。为什么这样说？你看，我们昨天不是在讨论吗？说，原本赖清德总统要过境美国，说，就没了。那没了之后，目前为止有很多说法是说，川普说不让他去，那又有说没有不去，是延后。那到底怎样？天个母萨萨，甚至连裴洛西都说，这是个危险的讯号啊。然后代表美国在对台湾的议题上面来说，可能会被霸凌，遭到晋升这样一个状况啊。那甚至还有什么？人家就说啊，川普你可能要拿台湾牌，那你可能要去中国访问。连川普都说我可能会去中国啊，但是也只有在习近平的邀请之下，而且收到邀请，否则我没有兴趣。连他都出来否认很多消息。现在很多消息大家都听，你不是要去访问？他说没有，我没有这样。所以那另外一个消息是什么？今天早上。台股不是原本好好的吗？突然间就急杀，为什么突然间急杀？杀300点呢？对，那时候市场传言什么？传说听说台湾22%的关税出来了，然后还传说什么台湾要投资美国5000亿，然后我们行政院备妥了930亿的产业救助基金，然后就杀到这样，大家都到目前为止还是不知道。这消息也太混乱了。对，所以我跟你说一大堆很混乱的这个消息。那为什么会有一大堆很混乱的消息？因为昭和很简单，因为川普现在呢，他要完成一件大事。他要干大事的时候，他会做出很多你都想象不到的动作，因为这些都是他所有谈判的手法。为什么要谈判的手法？这你知道，川普的任内，他一直希望跟中国达成一个最大规模的贸易协定。你看，他前几天不是跟日本达成贸易协定吗？日本说要投资什么？投资美国5500亿。就他说，这个史上最大的这个所谓的筹码，他却很开心。就没多久，欧洲又跟他达成协议。欧洲说什么买7500亿美金的这个美国的能源，加上投资美国6000亿啊，那他当然更大大尾的是谁？当然是习近平嘛，对，我要把习近平都弄进来嘛。那习近平的目标是什么？我要看到中国市场开放嘛，然后我要看到他们来投资美国嘛，这样是不是美国就再次伟大？我就可以把中国压下去嘛。所以他为了压制中国的时候，他什么手段都会使得出来。怎么对付日本？怎么对付欧盟？怎么对付其他国家？他就会用那些手段来压迫中国来上桌。那我们看这几天，你看有没有？我们昨天不是说吗？可能这个因为呢，这个贝森特跟这个何立峰两个在会谈，所以这时候呢，要台湾你要这个稍微小心一点嘛，对，你有时间嘛，要干大事，对，他要把其他会被中国所影响的，对，都先推开，我就是单挑你，对，我吃定你，对，那单挑里面来说，这有一张牌打出来之后。会让中国完全觉得全身不舒服，或是他可以做出最大妥协。我有2张牌，一个是晶片牌，另外是什么？台湾牌。那晶片跟台湾呢，两个又绑在一起嘛。所以跟你讲，事实上台湾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贸易协定为什么都没有宣布？我觉得其实川普某些程度来说，他就是在打这张牌。这张牌来说的话，他认为说是可以牵制中国非常重要的一张牌。志忠，你刚刚有特别提到，这3天是中美谈判最重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日本谈完之后，很多的细节都流露出来。对，现在川普如何在美欧关税谈判当中占据上风？现在连跟欧盟谈判的这个过程也都出来了。对，这一些出来之后，代表一件事情，他也要用这个手法。对。来磨刀霍霍向中国了。当然，原本我们都认，4月2号那时候刚开始磕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川普你疯了。
怎么可能会达成贸易协定？就到目前为止来说，你看连这个《华尔街日报》都说，你根本不是 taco， 你做得非常好。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实际上它都达成了我们过去认为不可能达成的贸易协定。那现在当然最重要就是说，他跟欧洲达成了贸易协定嘛。你看前几天的时候，他跟冯德莱恩讲了这样的状况，好，那就你知道，他看到欧洲跟美国达成协议之后，赵你知道谁最害怕吗？中国非常害怕。你看这个胡锡进还说什么啊？特朗普就川普把冯德莱恩当早餐吃了，当早餐吃了，对，他就说你们根本被阿欧罗 day 嘛。那为什么阿欧罗 day？他说你看第一个时间出来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人就说，你看包括欧盟这个所谓意大利的左翼政党说什么，这是个无条件的投降。那甚至法国的这个总理说这是黑暗的一天。好，那我跟你讲，那为什么欧盟会步步的败退呢？因为很简单。因为你欧盟没有筹码跟我谈条件，你知道美国跟欧盟之间的这个生意往来是欧盟对美国享有非常大的贸易顺差，它很需要美国市场。如果假设真的是没有美国市场的时候，欧盟会变成经济是负衰退。所以冯德莱恩很紧张，而且他跟日本都达成协议，我如果没有跟美国达成协议，我的脸都丢光，我的压力可大的。我的汽车产业跟日本直接竞争，日本现在汽车产业都已经到15%的关税，如果欧洲这个川普说我要给你磕30%，如果30%的欧洲车还要卖吗？就输惨了。所以冯德莱恩很紧张，所以他说这就是川普厉害的，他已经搞定了日本之后，欧洲就会来了嘛，对。而且那欧洲还怕什么？因为英国是10%嘛，10%，我欧洲车30%，那日本车15%，英国车10%，那我搞个屁呀！所以我知道欧盟这个很紧张嘛，所以我就说他根本没有任何条件，所以等于是我就说。川普非常厉害，他用这样逼欧盟就上来了嘛。好，所以欧盟没办法，所以你看，那欧盟就说，我们要跟你投资，投资是真的啊。我们之前有一个投资计划，2000亿美金的投资计划。然后川普还说什么？你要证明给我看啊 ，show me。你看，你现在不要在那边说而已，你要投资什么？一个一个列出来。对，所以我就说嘛，第一个，欧洲没有筹码可以跟你拼。没有跟你拼的时候，你上谈判桌之后，你就认这个川普随便宰个。你看川普这种口气。证明给我看啊！你看，显然谁上谁下，这个其实你一看就知道。好，那我们讲，现在中国就很紧张啊。如果我就说，现在所有主要国家，日本达成协议，然后欧洲达成协议，你觉得对谁压力最大？对中国压力很大。所以为什么这个胡锡进那边说，你看冯德莱恩川普把冯德莱恩当早餐吃，问题是他下一道菜就是中国了嘛，就是中国了。对，当一定的嘛。好，那我们就讲，你看他这个谈判手法大概都是如出一辙的。你看。他之前在白宫跟这个赤泽亮正两个见面的时候，我们不是讲过这张图吗？这张图来说啊，他把日本跟我们的之间的关系，你看原本是4000亿美金啊，他把它改成5000亿啊，对不对？那改成500个 billion 之后，后来他对外宣布还是5500亿。那对欧洲来讲也是一样，你看这是他拿了另外一张纸。这样子来说话，就是他跟欧盟之间，我们在画帕拉 Ken 的这张纸，就是这4张纸嘛。你看，他就拿这张纸跟冯德莱恩这边讲话嘛。那你看冯德莱恩脸其实蛮臭的。对，因为他也知道没办法，我只能够去退让。好，那这里面有什么？第一个，你看原本来说的话，他这边写了一个500个 billion，500个 billion 这是什么呢？这原本是说欧洲要投资美国的，但是他把它划掉，直接把它划成是600个 billion， 就在这里，对，就在这个地方，对，划成600个 billion 在这个地方。好，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你看这边原本是什么？600个 billion 是说我要买你的这个美国的能源。就没想到最后，你看750个 billion 就变成7500亿，又在加码。对，那你知道为什么欧洲要这样说？照我跟你讲，这是欧洲不得不为，因为欧洲过去一段时间的时候，它的能源都靠俄罗斯。那俄罗斯他现在怎么办？俄罗斯跟他打成这样，他也知道不能够跟他买，那他跟谁？跟美国买啊。所以这等于是说，他把这个所有的能源的未来的走向，从欧洲俄罗斯转成美国。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这是什么？这关税，对，欧盟原本是说10%，然后这个川普就直接把它写成15%，所以就是这样。所以这一张纸到最后一刻，对，是任川普改的。对，没错。好，那下面有一个字就 Open up your country， 这个应该是看不太清楚了，不过外媒都报道就是这样子，就开放你们的市场。所以那市场，你看川普是吧？开放市场，然后投资美国，然后投资这个买这个美国能源，这就是川普大获全胜，然后你获得15%的这个关税这样的状况。好，那就是这样嘛。那附带一提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欧盟跟日本的谈判里面有一个台湾要多加留意的，就他们在谈判过程里面来说，都有谈到半导体关税。日本持破帽是说，美国说要给我们特别的待遇，那欧盟也说就是15%，就是这个15%，就是所有15%就是15%，包含半导体跟药品。但是美国说没有，我们还要另外公布。所以你看，现在川普还在继续玩日本，跟去玩欧洲啊。
你知道整个节奏都被他带着走。好，那我们就讲，事实上这一次当然冯德莱恩跟川普的见面是最后敲定，对，就最后的敲定，前面会有很多前置作业，不是他们两个谈的。之前谈判是谁？之前谈判是这一个，你看欧盟的这个贸易代表，就是说这个谢夫乔维奇。那当然跟他主谈的是美国的这个贝森特，还有美国的这个卢特尼克，还有葛利尔3个人在跟他谈判。好，那你看他们谈判的过程，他说从2月份以来，谢夫乔维奇已经7次到美国去了，然后跟他们对话通过超过100个小时。那所以你知道，事实上这样，那原本这样。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原本的4月2号被磕了之后，欧盟还认为说你干不抠脸啊？不可能呐！对啊，不可能。可是美国跟欧洲这么好，对，抠脸。对，而且他认为说全世界磕你根本不可能做到。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他说，川普你好像是玩真的，他们就说不可能回到4月2号，所以他们怎么办？就开始跟这个美国谈判。他有一次呢，川普跟这个冯德莱要苏格兰会面的1周之前，他有一次开车大概700英里左右要回到祖国，因为他是斯洛伐克人。然后就没想他在说我在这个开车的过程里面，我花了一半时间跟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还有美国的商务代表这个格里尔通话。这个时间你们不要以为说这时间点非常短，对，或者是他开的路程非常短。1126公里，结果你花了一半时间，对，在跟贝森特跟卢特尼克聊关税的东西。1000多公里来说，如果你时速100的话，至少要开个快9个小时、10个小时嘛。你看开这么久的时间，又一直讲，他们不是在聊天呢，他们在讲这个整个后来的状况。就没想到，因为讲话的时候，突然因为他车上有2只黄金猎犬，对，然后在旁边这样喘气，然后就这个所谓贝森特他们就这个听，他们可能是听到这个，然后谢夫乔维奇说没有，不是我，霍华德不是我，这个卢特尼克不是我，是我的狗这样。所以事实上他们谈判有时候时紧张的时候，你就知道因为什么会没有声音。大家很紧张嘛，对，很紧张的时候，你就会听到那个狗的喘息声嘛，喘息声，以为发生什么事了？对，没错。好，那甚至他说还有一次要重要谈判的时候呢，他怎样？因为他当时要找说有 WiFi， 因为要印一些文件，他还要找有 WiFi 的这个停车场。所以你看，事实上整个谈判，他根本就是随抠随到。我在做什么事情，一通电话是马上，怎么样？你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你需要什么文件？对，这太可怕了吧？对啊，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这个卢特尼克跟葛里尔跟他们的这个关系，你就知道说，事实上很紧密，在谈这些事。好，那我就讲，我们要看一下川普的谈判手法是什么。我们从这个时间点，你给大家看。第一个时间点，你看5月的时候，5月川普不是一开始说我要对欧洲磕50%，因为你都没有任何进展嘛。那没有任何进展之后，冯德莱恩那时候不是打个电话给川普，那川普就说好，我会延缓实施，但是我还是对你磕关税。然后欧盟马上就知道说，我们要看起来的话，川普是玩真的，所以我们要赶快给他，然后就开始说我们要增加美国购买的能源啊，还有为美国这个降低关税这样的要求啊，这样一个状况。然后葛里尔在6月初说，欧盟已经提出这样子是一个可信的起点了，好像已经是可信的起点了，好，就没想照尔7月12号，川普的宾斗，他说，我准备在8月初对你们的欧洲科30%的关税。看起来好像要达成协议了。前面不是讲的是一个可信的起点吗？是起点变成终点了，直接翻的。他就翻桌，我就跟你说，这就是川普的手法。川普手法是什么？他觉得你不够的时候，他就冰斗的时候，没想到没多久之后，这个所谓的谢夫乔维奇就开始说了啊，我们好了，我们要购买这个美国更多的能源啊，然后要斥资400亿美元买这个所谓的美国的晶片啊，然后3年之内在美国投资大概5000亿啊，所以才有那个5000亿那样状况嘛。对，所以这个纸就是这样出来的。好，那纸这样出来之后，后来因为他们还是要。冯德莱恩跟这个川普还是要在苏格兰见面嘛，就到这个乔夫谢维奇，他还打了电话给谁？给日本的这个赤泽亮正，给他说，赤泽啊，你们当初的跟这个美国谈判的过程是怎么样？他希望说赤泽亮正把更多的场景跟他讲。对，那赤泽亮正当然跟他说，70分钟的见面里面要1%降1%降，川普就跟你说你要多少投资多少投资，一直这样，所以他知道原来川普要的是什么？实际的数字嘛，所以他就开始讲原来要实际的数字。拿实际的数字的时候，他们后来准备要谈判之前，他们所有欧洲人员还在格拉斯哥，就是所谓的这个苏格兰的首府，他们还这个开始开了个会，开了会之后才有最后的定案出去，然后再让这个川普去那边杀价的这个状况。所以你看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看整个 tempo 都是美方在主导。对，从这个葛里尔跟谢夫乔维奇他们的谈判里面，你看这个谢夫乔维奇是随传随到。另外第二个，你看欧盟的这个过程里面，冯德莱恩还有这个欧洲所有人员，我川普被冰斗被谈，你要拿出给我的好的数字啊。所以世彤，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包括
谢夫乔维奇还特别去问了日本的前辈。对，今天他甚至对《华尔街日报》把整个内幕都剖了出来。对，这代表一件事情。还要给中国看的，当然了，你给我看好日本跟欧洲怎么谈的，你也这样搞就对了。没错，有两个剧本给你嘛，对，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欧洲嘛，对。那中国的这个经济规模，当然是这个美国这个一定是牙痒痒、心痒痒，想要达成更大的协议嘛，哈。所以我跟你讲，现在要达成协议的时候，你要有牌可以跟这个美国打嘛，跟中国打嘛。一个牌就是什么？你看前一阵子不是放了这个 H20，对不对 ？H20，中国很开心啊，就听说了，中国就开始狂下单。狂下单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这几天呢下了30万张左右的 H20的晶片，30万很多啊，所以这些人都要流到台积电去了。可是问题是这个时候呢，你看美国商务部还没有核准相关的这个出口的凭证哦，所以就是说这一张 H20。我说要给你，但是我还是可以不给你。那这张牌我就捏在手上，掐着嘞。对，捏在手上。所以我就跟你说，目前为止来说，美国可以用非常多牌去对付中国。那尤其是中国最在意的，当然就是台湾这一张牌。所以在打台湾这张牌的时候，川普会非常小心。所以我就跟你讲，为什么台湾的关税，为什么台湾的所谓的这个对等关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来？因为这张牌是最后才会用的一张牌。因为什么刚刚特别说赖总统不出访这件事情？外媒都在报道，你看到有彭博、有金融时报、有路透，因为这3天对于全世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3天，美中的谈判就在这3天。今天台湾谁能把台湾牌拿在手上？对于川普来说，这是他的 S 牌，他 S 牌，他今天要把这个习近平直接将军的。对，全世界的媒体为什么对赖清德总统要过境美国这件事情那么的关心哦？其实都是把他跟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把它做挂钩，把它做连结。但是问题是说，你从现在的贸易谈判要到川习会，其实还是有一大段距离啊。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中国不就是以时间换取空间吗？它个概念要跟你拖，跟你川普拖到最后，你川普3年之后下台之后，我跟另外一个总统再来谈嘛，这是中国的谋略。但是川普不是啊，川普要你现在马上做什么？给我一些承诺，给我一些东西嘛。所以现在其实双方都是盯在那边。而川习会来讲的话，因为川普讲得很硬哦，川普说没有那种事情啦，也就是说。要我直接马上就是跟习近平见面，不可能是要他先来这个邀请我。其实他说穿的意思就是，你现场要到我美国来正式的邀请我才有可能做回访的动作嘛。所以这才是外交礼仪啊。对川普来讲，我是上国呢，对，我上国怎么可以说我现在去屈就于你呢？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也认为自己是上国啊，我怎么可能先跑到你川普那边去？所以双方在那边盯到最后来讲的话，川习会的可能性基本上几率非常小。而这个情况之下，你要跟说赖清德总统的过境把它挂钩，事实上是不对的。我都认为说赖清德的过境来讲的话的延后，因为现在今天总统府赖清德总统这边有提到啊，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没有排除掉什么东西，就是说还是要去过境美国，对，可能换个城市或是换个什么地方啊，那个是因为什么配合美国的相关的这个运作的一个政策，但重点在哪里？重点是到底川普有没有在打台湾牌？绝对有在打台湾牌，绝对有打台湾牌的，一定有打台湾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打台湾牌下去来讲的话，可以让中国来讲的话，你要怎么退让？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最在意的就是说，在政治上你美国怎么扶持台湾的，对不对？你如果今天一个过去一个高规格的一个东西来讲，中国会受不了，它内部它的大内宣就会受不了。所以今天来讲，川普一定会用这个打台湾牌。问题是，他打了台湾牌之后，他可以跟中国拿什么东西？而我认为啊。川普也在对台湾用计，怎么讲呢？你今天过境好了，你能给我什么东西？显然在最近来讲的话，可能谈判有一些触礁。什么触礁呢？你看川普都是用给了黑金，对，什么黑金呢？我本来跟越南谈11%，结果变20%。我跟日本谈的话，现在原本25%，选完举之后变成15%。这个加拿大这个芬太尼事件变成35%，巴西10%变成50%。欧盟来讲的话，原本传出30%，现在可以降到15%。对，什么意思呢？川普跟你谈的东西都是他自由新政的，就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怎样就怎样。你今天跟他谈多少没有用。今天我们谈判团队如果跟川普的政府谈了一个团队，假设我们谈出来一个比较，假设是15%好了。今天川普看不对，我要更多，我给你20%，好，要你22%、25%都有可能性啊。所以什么事情呢？现在的过境美国变成是一个你必须要把单龙
你的礼物要准备好，让川普开心，这个才是有用的。而今天来讲的话，川普要不要让你过境的最主要的结果，就是你能不能在现场，或者是说在这之前行前说出了一个我想要的一个数字，而那个数字能让川普满意的情况之下，顺势的关税的问题也一并的处理掉。所以今天来讲，赖清德最大过境的一个关键不在中美之间的这个对话，或是中美之间的一个高峰会议，而可能就是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税谈判，是不是达到川普心里所要的数字？宇轩，我们刚刚提到美中谈判里面，美国有2张牌，第一张牌叫什么？叫做台湾牌。第二张牌是什么？晶片牌。你看到这是央视新闻对中国的这些电动车做了一个采访，甚至来做一个测试。没想到我看完这个之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川普可以把这个晶片牌死死的掐在手里，他拿晶片去威胁中国。因为现在中国没有晶片，它真的不行了。知道过去呢，中国呢曾经有非常辉煌的时期，很喜欢说他们的车辆呢都拥有所谓的智慧驾驶，但现在很害怕，为什么？因为常常出事情，所以只好变成辅助哦，右手左手只是辅助。为什么？因为今天呢，它有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叫做懂车帝哦，它有跟官方配合的哦，有跟公安配合的哦，说我们要针对全部市面上的车子来进行全方位的测试，就像你看到一台各式各样20-30款车款全部测试，结果发现呢，在几种状况剧里面，包括高速的这种夜间的施工，加上卡车47%通过，儿童冲出来只有58%通过。换言之，这都只到中国分级里面 L2 的等级。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现在带你来看到所谓叫高速的夜间施工，也就是在高速公路上突然间呢匝道限缩，而匝道限缩旁边又摆这台卡车，结果没有想到呢，在冲过去的状况下，它有2种选择方式，一个像是这样直接停在它的屁股后面，另外一个就是更聪明的。它绕过去，对，匝道线索里面直接穿越，有没有看到？对，穿过去，这是我们讲的更棒的一个做法，但没有，不好意思哦，其中有超过一半的车款都会直接给它撞上去，直接撞上去，对，往他屁股直接撞上去，对，而且还有人呢，我们讲想当藤原拓海 ，OK， 结果呢变成填海，为什么会这样讲？他就想要直接撞过去，结果没有想到，整个车子撸到密密麻麻，不然呢就去撞那个三角锥，撞乱七八糟。那第二种叫做我们讲匝道会车。也就是我们看到刚刚有阿伯哦，会直接回转那种匝道会车，有没有？结果呢，很多匝道会车一出来之后，发现它根本停不下来，直接撞的。对，等于说呢，前方的车辆已经切到它的车道了，但它还没有感觉，跟阿嬷的脚一样，所以要么呢是直接撸过去，要么直接撞过去。最常看到的状况就是这样，直接撸。OK， 那连这种状况呢，也是我们讲将近过半的车辆都没有办法过关。但我觉得这个最可怕的是这个孩童。孩童是什么？孩童就是你看哦，他模拟说有4个，哎呀，没有，各位那是假的，你不要担心。有4个小朋友要过马路，对不对？突然间，因为小朋友最喜欢穿越马路嘛，就走过来之后，大部分的车子有些会停下来，但我看到我吓坏了，有42%的车子直接给他撸过去，这是太夸张了，42直接撸过去的。对，你看啊，因为那个小朋友也没有走很快啊，不是说突然间冒，因为你如果有使用自动驾驶就知道，像我的自动驾驶，对不对？如果说有远方有路人有机车照，你知道他会怎么样吗？哔哔哔，他会提前预警，就很显然讲，哦，这台车很棒，但是呢，其他的就这样给他撸过去。所以当他公布之后，包括特斯拉、小米、小鹏、蔚来、比亚迪、理想、领跑等等所有厂牌之后，你知道这些厂牌被点名到的时候过不了关，他说什么吗？已看到某平台所谓测试不予置评，智界汽车不予置评。AITO 汽车不予置评，为什么？为什么不敢讲？因为这有官方陪同他嘛，这真的很烂呐！不是你这些车子不是都说我有通过一系列的测试吗？我不是智能车吗？辅助驾驶吗？对，结果你烂成这样。它现在变成不予置评车 ，OK， 就是对于它的自驾功能、它的辅助功能呢不予置评，OK， 他就说我不知道嘛，因为这个东西骗不了人。你如果我有看完这整个完整影片哦。公安有在旁边陪同的嘛，所以这有官方色彩。来，就比对之后，你会发现一件很意外的事情 ：Model 3跟 Model X 这是谁 ？Tesla 嘛，对不对？几乎全数过关。对。而 Model 3唯一没有过关的，我觉得情有可原，因为我觉得这个测试莫名其妙，它叫做莽撞横穿的猪。你说猪突然冲出来？对，就是野猪骑士来喽！哦，有这种情况，可能路上你在开高速公路，有人养猪，然后猪直接跳下来。各位，那个没有办法，好不好？那不能怪 Tesla 哦。那这个 Model X 它只是没有什么通过高速的临时施工，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哦。那 Model X 没通过，但是你看到中国这些车子 ，Zeekr 哦，什么领克、
汉、领跑、广还汽、有什本田么，有小鹏哦，对，然后有宋哦，对不对？那这个算是大厂牌了吧？然后有奔驰哦，就全部全部拢玫瑰，我告惨。这太夸张了，叉，一系列通通都没过对，的。非常凄惨。所以你知道中国的自驾系统很有问题，但我们仍然也看到更多画面，因为我觉得这个实在我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因为这是最基本的，它就是假定你现在看这个画面，这是华为的问界 M8，这是中国的电动车里面算顶级的嘞。对，顶流，高档，最高档的 ，OK，N8，那它的情境很简单，就是高速公路的时候，突然有一台车停下来。对，这个再简单不过。为什么赵好你知道吗？你看到是一台车，对不对？我举台湾一个例子你就懂了。你有没有开过高速公路，然后前方突然间大塞车？有，我每个礼拜都开国五，我每个礼拜国五都是一样，突然间大家就开始闪双黄灯，所以这很简单的情境啊，结果没有想到呢，问界N8反应不及，你知道吗？N8顶流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哪有那么扯的，直接撞上，就直接飞过去，而且我跟你讲他的动作很奇妙哦，你要仔细看，他不是直接撞上来照了，他是在犹豫，他跟人一样，他就想说我要不要切旁边的车道，还是我要按刹车？我还是切车道好了，我又想刹车，然后他就在两者犹豫之间直接撞下去。为什么？因为他假定的情境是说，如果你要切旁边的车道，旁边的车道有另外一台车高速行驶，对，所以要么你撞左边，要么撞前面，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给我刹住 ，OK？结果他没有嘛，你看他偏，然后这个也是刹下去 ，N9也是撞，比亚迪豹5呢，我们讲也是撞，而且还追尾，你有没有看到？比亚迪豹5这个角度更是比亚迪耶，对，那它豹5这个角度更有意思，它就是真的已经切到中线去了，但是又来不及切，所以就是这样呢，直接把车给人家撞过去。但是呢，我们看到一个好的示范赛，这就是 Tesla 它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它光侦测到可能前方50公尺处有车子的时候呢，它就会慢慢的减速，所以它减速的流程是呢，到它面前的时候，从120公里左右，有没有看到？减速 OK， 然后就这样，它真的能够刹停，中间还可以再塞2台车。你如果是在台湾的话呢，就会有人把车子切进来，挡在你前面。OK， 那你看到什么 N7、问界 N7 也撞，问界3款全撞，比亚迪天神之眼，管你12ABCD 3型都撞。那大家就觉得，那你中国这种自动驾驶车根本就不值得信赖嘛，对不对？但为什么它会这样子呢？其实来我们做拆解，比如说有货车在这边，对，它识别是危险车辆。然后呢，问题是，当他切进来的时候，他又认为说它是安全车辆，所以换言之，等于是他原本以为的前车就消失了。这是从他的智慧的视角，也就是呢他电脑判断的视角，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你就很能够理解。但是 Model 3跟 Model X 很显然没有这个问题。换言之，它的光学辨识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我说光学？因为你如果说 Tesla 的话，它其实只有一种叫视觉辨识，它没有给你什么糊里花俏的，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但中国很多有雷达、有光达、有智能的，对不对？然后你看有没有这台车过来？对，它就是临时切车。理论上来讲，你应该有侦测得到，但是它往往呢跟你讲侦测得到，有3种 sensor 还是侦测不到。西安那个滴滴弄会，但我想更可怕的，你不要讲中国的自动驾驶，我们刚才讲那些其实追根究底它跟它的算力、跟它的晶片，还有它的模组化有很大的关系，不一定是 sensor 出问题。但是你从机械你就知道为什么车子完全不可靠。这是他们第一大厂牌叫语速的机器人嘛，对不对？对。就出来之后呢，你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我们讲的西幼扶老。西幼扶老对，就是带小朋友出门。你有没有看到后面跟那个扶老人家有没有？跟我们讲到这种高龄驾驶还要坐轮椅有没有？但从头到尾在后面顾好他，因为很怕他会出乱子。OK， 然后你看小朋友跟他握手呢，都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换言之，它简单的，你跟带着一台语速机器人出门，跟你牵你家85岁的老奶奶出门是没什么差别的。但是呢，遇到门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问阿嬷嘛，贝利卡搞喜欢抓，因为阿嬷那是拄着门买要怕亏。但是这个机器人呢，看到门很显然的会很慌张失措，而且拜托这行走的脚步，我真的觉得不要来乱了，好不好？上去的时候还要人家推你一把，因为有坎，他就说有障碍物，他就不敢上去。来看楼梯有障碍物，你看他遇到楼梯，他也不知道怎么爬，因为他就觉得有一个坎，又跌倒，所以要一直有人扶，不是这种东西，我们讲送回去报废了，好不好？不要在那边浪费钱。所以你知道语速科技自己他都讲这句话，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包括 Elon Musk 他的机器人，对不对？他的 Optimus 那么厉害，但是这个会出现这个，因为他说中国的很多急功好利，什么意思？他可能想要募资，对，可能想要赚钱，或者说呢想要去满足这个账面上的表面功夫，大部分都叫做伪智能。
什么叫未智能？所以它根本没有智能，没有它是假的智能。没有，他完全没有思考能力，他就是你提前先把这些东西设定好，场景设定好，然后他只是按照那个东西呢去那边一样画葫芦做动作，所以才会产生说遇到这种比如说要辨识的部分，有一些障碍部分或高精巧的部分，他没有任何的学习能力。所以它根本是个假的智能，因为它只能说你要把你的左手伸起来，把右手伸起来，你就一直左手伸右手，左手伸右手。它前面如果是有障碍物，你也是左手伸右手。那根本就是一切都是，这哪是智慧型的？对对对，他就是 copycat 啊，但是他连模仿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曾经呢，他们说现在是中国第一届的赛博厨师大赛。什么叫赛博厨师？就是机器人做菜啦。哦，但机器人做菜之后，他没有跟你讲的是哦，他前面呢是先请一个真人。然后呢，把东西位置都 setting 好之后呢，然后那个真人先做一次给他看，在后面操控，然后在实际上拉下来做。然后你看啊，拉下来做的时候是做菜啊，你不要开玩笑了吧？把他做到生气。你知道开始砸碗、砸锅、摔盆哦，然后开始连这个盆子，然后后面的还在帮他捡起来，说：“哎，别生气，别生气，大爷别生气。”然后他就一拳哦，直接把桌子给砸去，然后他要抓那个沙拉也抓不起来，抓不起来之后呢，恼羞成怒，直接把沙拉整个呢，我们讲弄得搅得一塌糊涂，弄成一滩，你看这手还在颤抖，他手还在颤抖，他抖成这样，不就是拿一个花椰菜吗？不是，重点是他蛮有意思，把这个影片也播出来。那你看啊，他变得好像在弹钢琴哦，我们讲在跟这个我们讲花椰菜弹感情 ，OK， 那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抓起来了，好不容易抓起来，哎，抓不起来啊，那好不容易抓起来之后，还是放不进盘子里。所以各位你想想看啊，中国的 AI 哦，如果说真的缺乏了在美国的晶片上的制裁之下，生产出来都是这种奇形怪状的奇形种，恐怕哦，真的要追上美国，这个距离只会越来越远。对的，我们刚刚除了看到现在在中美谈判之外，现在对于中国来讲，他们当地也太惨了吧！这个极端的气候、极端的暴雨下去，真的是全国都成灾。因为在哪里？我今天看到一个吓死人的，竟然在北京，而且这是官媒报道，北京因为极端的强降雨，30个人死亡了。那么你还记不记得啊？那么在郑州大水的时候呢，连在这个隧道里面的那个公车整个淹死啊。那时候中共都不愿意提供外界正确死伤的人数嘛，还在那边粉饰太平嘛。那这次有一个不寻常的地方，为什么呢？北京这次下大雨，大概是上个礼拜5左右开始下大雨嘛。一开始哦，北京各地大家都在这个粉饰太平，都说没事，然后呢没有任何伤亡啊，已经疏散了几千个人，不是在讲这个吗？突然之间，李强竟然公布啊，北京已经死了30个人了。各位要知道哦，这很严重。如果有国务院总理都自己公开讲30个人，通常人数就不止30个人嘛。但他愿意讲30个人，就表示代际大条。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天子脚下在北京附近呢，竟然下了那么大雨。少儿，你知道这次的雨势有多可怕？我们不是南部现在也都在下大雨吗？这次的雨势听说在短短24小时，在河北啊，就下了整整1年的雨。你自己想想看。你要知道，我们台湾的排水系统都比这个的北京附近呢好很多。为什么？北京因为除了新兴的城市之外，它很多老胡同、老城市这些嘛，这些下面的排水系统都不是很好的。结果这次呢，没想到竟然那么下了一刹那间下了多少雨啊？1天之内下了大概300-400毫米以上。各位，台湾是2-3天下了300-400毫米啊，就淹水成灾。它是短短1天之内就下了300-400毫米以上的，300-400毫米是多少？你把它想象成平均每个地方都下了30-40公分以上的水。那问题来了，因为每个地方地势有高有低嘛，对，所以呢，你看哦，最高最深的地方淹了超过2公尺以上。你看那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啊，包括啊这个啊，你看这个是直升机救灾等等嘛，然后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个车子呢直接被冲走，这些画面都是很骇人听闻的。这太夸张了，这洪灾了。对，而且呢，事实上最严重的地方，包括河北保定啦，包括密云这些地方都下大雨啊。好朋友说上礼拜5密云也是密云下的大雨，大概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那个雨像豆点大一样，啪啪啪啪啪那样打下来，都不输强烈台风的雨啊。那这些那么多的雨打下来了以后呢，那么再加上为了保北京，所以河北水库都一直泄洪，然后呢，包括密云这些泄洪。我问你嘛，
你本来就没有办法把这些这个水下来的这些大水大雨呢，给宣泄出去排出去了。这时候那么多那个水库同时泄漏的结果，就什么叫做以邻为壑，什么叫做以百姓为刍狗？北京这次的大水，河北这次的大淹水，就是最好的见证。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